农历7月初10，鹿港老街在傍晚6点就已人去楼空。镇公所3天前就发了公告，7月12日晚间11点起，福兴地界往彰滨、海滨方向举行送肉粽仪式，届时请沿途居民紧闭门窗，勿外出，勿窥视，违者后果自负。送肉粽是彰化沿海一带流传百年的丧葬习俗，有人上吊自尽，怨气便会附在吊绳上。若不将绳子烧掉，将亡魂送出，就会抓交替，一个接一个的上吊而死，就像串在一起的肉粽。仪式通常在深夜举行，从死者家中将绳子取下，沿途撒盐米，放鞭炮，一路送到海边烧掉，才算送走煞气。但这一次的送肉粽不太一样，死的人是镇上有名的命理师陈金水。陈金水在自家神坛房梁上用一条红绳结束了自己的命，死的时候穿着崭新的红衣红裤，舌头伸出半尺长，眼珠几乎要从眼眶里掉出来。第一个发现尸体的是他的邻居阿旺嫂，当场吓得瘫坐在地上，尿了一裤子。法医验过之后排除了他杀，可镇上老人都知道，一个替人消灾解厄了一辈子的命理师怎么会突然上吊？更让人不安的是，陈金水死的前一天，有人看见他去了一趟永安街139号，那栋废弃了20年的老宅永安街139号，在鹿港几乎是一个忌讳。20年前，那里住着一户姓林的人家。丈夫林正雄在台北做建筑生意，妻子陈秀兰带着独生女林雅婷住在鹿港。林正雄1年回来不了几次，但每次回来都会给女儿带漂亮的洋裙，给妻子戴金饰。在邻居眼里，这是一户殷实幸福的人家。直到那年夏天，林正雄在台北出了事，生意失败，被人倒了2000万的账，债主找上门来，林正雄撑不住，从工地顶楼跳了下去。消息传回鹿港，陈秀兰哭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邻居发现她吊死在客厅的横梁上，脚上还穿着绣花鞋，大红色的。那年林雅婷15岁，镇公所本想把她送去寄养家庭，可雅婷死活不肯离开老宅。她说爸爸妈妈还在，她能看见他们。起初大家都以为是小孩子受刺激太大，胡言乱语，可后来陆续有邻居说，半夜路过139号时，听见里面传来女人哼唱的声音，还有小女孩的笑声。住了10几年都没走的邻居阿坤伯，在那年中秋夜忽然搬走了。他逢人就说，那晚他看见雅婷站在院子里，对着空无一人的地方讲话，说妈妈，这个叔叔是谁？阿坤伯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什么都没有。可雅婷明明在跟什么人说话，一边说一边笑，笑得他心里发毛。又过了2年，雅婷17岁，一个夏天的夜里，老宅忽然传出一声尖叫。邻居们赶过去时，发现雅婷倒在客厅的地板上，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红痕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勒过。她还有一口气被送到医院，只断断续续说了几个字，红色的绳子，妈妈，妈妈来找我了。当晚雅婷死在了医院，从此永安街139号就再也没人敢住进去，房子一天天破败，院墙上的藤蔓疯长，把门窗都遮住了一半。偶尔有调皮的小孩翻墙进去探险，回来都说看见2楼窗户里有穿红衣服的女人在盯着他们看。大人听了脸色都变了，揪着自家孩子恶狠狠地骂，叫你别去那里，不听话打断你的腿。20年过去，139号老宅渐渐被鹿港人遗忘，只有深夜偶尔路过的野猫会停在那扇铁门前，对着门缝发出凄厉的叫声。陈金水今年63岁，在鹿港开了30年的命理馆，招牌上写着陈半仙3个大字。他是真正的行内人，不是那种满嘴跑火车的江湖骗子。他的祖师爷是日据时期就出名的堪舆师，手上有一本传了3代的天罡秘录，据说能驱邪治煞，通阴阳。可就是这样一个行家，自己却死在了上吊的路上。消息传开，镇上的人议论纷纷，陈半仙怎么会想不开？他每个月靠算命看风水赚好几十万呢。我前天还去找他给孙子改名字，他面色很好啊，一点不像有事的样子。你们不知道他去过139号吗？有人看见的。139号，老天爷，那不是。话说到这儿，没人敢接下去了，但事情还没完。
陈金水死后第2天，他的徒弟阿全去神坛收拾遗物，发现师傅的天罡秘录不见了，书架上翻了个底朝天，一根毛都没找到。更诡异的是，神坛里供奉的钟馗像脸朝下倒在了供桌上，像是被什么力量推倒的。阿全头皮发麻，当天就去镇公所找里长。里长伯，我师父死得不对劲。那本秘录是他最宝贝的东西，从不离身，现在没了。而且神坛的钟馗像倒了，这是凶兆啊！里长阿南伯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他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点了点头。我知道了，这一次的送肉粽我亲自来督。按规矩，送肉粽得在死者死后7天内做完，日子、时辰都要由法师算过。可这一次出了怪事，阿南伯请了隔壁镇的师公来做主法。可那师公一到陈金水的神坛前，脸就白了，这煞气太重了，我压不住。你们得去找更高明的。阿南伯一连请了3个法师，3个人都说此事不可为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最后是一个从南部来的年轻法师接下了这活。他自称姓萧，道号敬臣，30出头，长得清瘦，眼神却异常沉定。他看了看陈金水的遗体，翻了翻眼皮，又摸了摸那条红色的吊绳，沉默了很久。这绳子上不止一个人的愿。阿全和里长阿南伯面面相觑，不止一个。萧敬腾点了点头，把那条红绳摊开在桌上，绳子约莫2尺长，通体殷红，在日光灯下隐隐泛着暗沉的光泽。他伸出手指，在绳上轻轻一抚，忽然像是被烫到一般缩回了手。这条绳子杀过很多人。你什么意思？阿南伯的声音有点哆嗦。上吊的人会把怨气留在绳子上，绳子又会去找下一个人，这是恶性循环。陈金水不是第一个用这条绳子的人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，除非这条绳子连同上面的所有怨魂一起送走。所有，阿全的脸也白了。萧敬腾抬起头，目光落在神坛那张倒下的钟馗像上。20年前林家母女的那条绳子，你们没有烧掉吧？阿南伯的瞳孔骤然收缩。送肉粽的规矩极严，死者上吊用的绳子、布条等所有物件都必须在仪式中烧毁，一件不能留。可20年前林正雄跳楼自尽，陈秀兰在家上吊，镇上处理后事时只按一般自杀案件处理，没有举行送肉粽仪式，警方把绳子取走当了证物，后来就不了了之了。谁也没想过那条绳子去了哪里，直到陈金水死。萧敬腾通过关系去警局查了当年陈秀兰案的卷宗，发现那条绳子的记录上写着已销毁，但底下有个小字备注部分留存。部分留存是警察术语，意思是只销毁了一部分，剩下的可能被谁拿走了。当年在陈秀兰案现场的警员有一个叫王德发的，退休后也住在鹿港。萧敬腾去拜访他，王德发已经70多岁了，住在鹿港镇郊的一栋老房子里。提起20年前的案子，他沉默了好久，才慢慢开口。那条绳子我没烧，为什么？因为……王德发的声音很低，像是怕被谁听见。那天晚上我把绳子拿回家，想做个记号，明天再处理。结果半夜我醒来，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站在我床边，低头看着我。她说什么？她什么也没说，就只是笑。王德发说他被吓得1个月没睡好，第2天他就不敢把绳子留在家里了。他本来想烧掉，可心里又怕这东西烧了以后那女人会来找他。后来呢？后来我把它扔进了福禄溪，扔了。对，我想水能驱邪，顺水流走就没事了。萧敬腾闭上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扔进河里，绳子没有被烧掉，怨气没有消散。20年来，那条绳子在水里泡着，不但没有化解，反而吸收了更多的阴气，水煞成了一条真正的不祥之物。它什么时候被陈金水捞到的，我不知道。可萧敬腾知道，他推算过时辰。3个月前，鹿港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雨，福禄溪暴涨，河水冲刷河岸，把许多陈年积物翻了出来。有人看见陈金水那几天总在河岸边转悠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然后陈金水就死了，7月12日傍晚。
这一次仪式的路线从陈金水的命理馆出发，沿中山路向南，经民权路转永安街，最后从永安街底通往海滨的福禄溪出海口。萧敬腾站在命理馆门口，看着夕阳一点一点沉入海平线。他身后站着7个抬轿的壮汉，一个打锣的，一个撒盐米的，还有2个扛着鞭炮的助手。按照规矩，仪式从晚上11点开始，全程不能中断，不能回头，不能叫名字，不能落单。所有人必须在法师的号令下行动，差一步都不行。你们都听清楚了。萧敬腾转过身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。这条路上不管你们看见什么，听见什么，都当作没发生，不准回头，不准应声。谁坏了规矩，后果自负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脸色都白得跟纸一样。阿全站在人堆里，手心全是汗。夜越来越深，鹿港的街道越来越安静。9点的时候，阿南伯带人沿路通知了一遍，每一户人家都紧闭门窗，门口贴上了萧敬腾画的符，有人甚至在门楣上挂了八卦镜和剪刀，说是镇煞用的。10点，街道上空无一人，连野狗都不敢出来。风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，空气闷得像一堵墙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10点半，萧敬腾换上了黑色的道袍，手持七星剑。供桌上摆着3升水果、金纸，中间放着那条红绳，它被装在一个黑色的木匣子里，匣盖上贴着3道朱砂符。开坛，萧敬腾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格外清冷。11点整，锣声响起，送肉粽，生人回避。萧敬腾走在最前面，七星剑指天，口中念着咒语。身后7个壮汉抬着一张黑色的供桌，桌上放着那个木匣子。阿全打着锣走在侧边，撒盐米的人沿途撒着白花花的盐和生米，队伍沿着中山路缓缓前行。街道两旁所有窗户都拉上了窗帘，明明家家户户都亮着灯，可那一盏盏灯光在黑夜里看着反而更添诡异，像是无数双眼睛在黑暗中看着这支队伍，看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向海边，送肉粽，生人回避。路过民权路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时，左边第2家的窗户忽然砰的一声开了，萧敬腾没停也没回头，只压低了声音继续走，别看。可阿全忍不住看了一眼，那扇窗户里没有人，窗台上只有一双红色的绣花鞋，鞋子很旧，上面的绣花已经褪了色，但鞋头那一抹艳红在黑暗的窗洞里显得格外刺眼。阿全的后脊梁一阵冰凉，那双绣花鞋他认得。他小时候去139号老宅附近玩时，见过一个女孩穿着一模一样的鞋，那个女孩站在院子里，抱着一个布娃娃对着他笑，她是林雅婷。而她脚上穿的就是这样的绣花鞋。师傅，闭嘴，走路。阿全咬紧嘴唇，用力敲了一下锣，锣声在寂静的夜里回荡了很久。队伍继续前进，转进了永安街。永安街比中山路窄得多，两旁的老房子挤挤挨挨，屋檐几乎要碰到对面去。路灯的光昏暗而昏黄，照的路面像是蒙了一层蜡。139号就在街道的中段，队伍经过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时，阿全觉得自己的心跳好像停了一拍，他看见了139号老宅的铁门裂开了一道缝，门缝里有一只手，那是一只女人的手，白的没有一点血色，5根细长的手指搭在门框上，指甲上涂着红色的扣单，那只手微微颤动着，像是在试探着推开那扇门。阿全想喊，可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，发不出声音。队伍中不知道谁先慢了下来，走。萧敬腾的声音带着一股不容违抗的力量。阿全闭上眼睛，狠狠地敲了一下锣，迈开步子跟了上去。可他的耳朵里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一个声音，铁门被推开的声音。那扇20年没有人打开过的铁门，就在队伍经过的那一刻自己打开了。接着是脚步声，很轻很慢的脚步声，像是一个女人穿着绣花鞋在青石板上一步一步地走着。那脚步声跟在队伍后面，所有人都听见了。第7个抬轿的壮汉忽然全身一抖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搭上了肩膀，他不由自主地想要回头，不准回头。萧敬腾厉声喝道，同时右手一翻，一张符纸脱手而出，在空中燃成一团蓝色的火焰，
身后传来了女人低低的笑声。那笑声很轻很细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，却又近在耳畔。从永安街底出来，穿过防风林，就是福禄溪的出海口。沙滩上早已架好了柴堆，上面泼了柴油。萧敬腾命人将木匣子放在柴堆顶端，又从腰间取出一把朱砂，撒在柴堆周围，点火。火光升起的时候，风忽然起了。从海面上刮过来的风又冷又湿，带着一股浓重的腥味。柴堆上的火焰被风吹得东倒西歪，发出噼啪的爆裂声。萧敬腾站在火堆前，举起七星剑，开始念诵经文。他的声音低沉而急促，像是一串串古老而神秘的密码在风中飞舞。阿全站在一旁，眼睛死死盯着那个木匣子，火焰已经烧到了木匣子，符纸在火中卷曲焦黑，化成灰烬。木匣子开始冒出浓浓的黑烟，烟里面夹杂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臭味，既像腐肉又像烧头发的味道。轰！火堆忽然猛地一窜，火焰直冲上天，几乎有3层楼那么高，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。那条红绳从烧裂的木匣子里露了出来，在火焰中扭曲着，像是一条活的蛇。它的颜色在火光中变得愈发鲜艳，红的几乎要滴出血来。萧敬腾咬破舌尖，一口鲜血喷在七星剑上。天清地灵，日月光明，五方大帝护我身形，邪魔退散，冤魂超生，急急如律令。最后一个字落下的瞬间，火堆中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。那叫声不像是人的声音，也不像任何动物的叫声，而是一种尖锐到极致的，像是金属刮擦玻璃般的声音。在场所有的人都不由得捂住了耳朵。火越烧越旺，红绳在火中剧烈地扭动了几下，终于在啪的一声中断成了2截，然后化为灰烬。萧敬腾举剑指天，再次高声念道：冤已解，煞已散，魂归离恨天，莫留人间。风忽然停了，一切都安静了下来，只有柴堆上残余的火焰还在滋滋地燃烧，映着众人的脸明明暗暗。萧敬腾放下剑，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他转过身，好了，回去的路上，所有人不准回头，原路返回。师父，阿全的声音还在发抖。什么事？你的剑。萧敬腾低头一看，脸色也变了。那柄七星剑的剑身上裂开了一道细细的纹路，他拿剑的手指也开始微微颤抖。走。回程的路上，没有人说话，每一个人都低着头，快步往回走。风又起了，但这一次是从陆地吹向海面，带着夏夜的闷热。阿全紧跟在萧敬腾身后，手里的锣已经不敲了，可他总觉得耳边还有锣声在响，一下一下，规律得像心跳。路过永安街的时候，他忍不住又朝139号看了一眼，铁门关上了，和他们经过时一模一样，铁链挂在门扣上，锁头锈迹斑斑，像是几十年都没人动过。可阿全发誓，他走的时候那扇门是开着的，他没敢多想，加快了脚步。回到命理馆门口时，已经是凌晨2点了。萧敬腾让所有人都散了，嘱咐他们回去之后用盐水洗澡，换上新衣服，把旧衣服烧掉。又每人发了一道平安符，叮嘱贴在床头，7天内不要取下。阿全是最后一个走的。师父，那条绳子真的烧掉了吗？萧敬腾沉默了很久。烧掉了。那以后就没事了。萧敬腾没有回答。他看着手中那条裂了纹的七星剑，目光很沉。阿全，你明天帮我去查一件事。什么事？20年前陈秀兰上吊那天，她脚上穿的那双红色绣花鞋，你们找到了几只？阿全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煞白。3天后，有人在鹿港的福禄溪入海口捡到了一只红色的绣花鞋，绣花鞋很旧，上面绣着并蒂莲花的图案。鞋底的泥已经干了，但鞋内侧还带着一点潮湿的痕迹，像是刚刚才从水里捞出来的。捡到鞋的人把它放在岸边的石头上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那天夜里，永安街139号的铁门又开了一条缝。邻居说，那一整夜老宅里都有人走路的声音，脚步声来回走着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
一直走到天亮才安静下来。而陈金水的命理馆里，那本丢失的天罡秘录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到了书架上。阿全第二天早上发现时，手抖得几乎拿不住书。他翻开一看，最后一页上多了一行字，那是用红色毛笔写的，字迹纤细秀丽，像是女人的笔迹。送走了绳子，可谁来送走我呢？阿全啪地合上书，冲出了命理馆。从此鹿港的夏天再也没有人敢在夜里走过永安街139号。而那双绣花鞋到底只有一只还是两只，也再也没有人敢问。